欢迎大家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最近的军事演习，真的是非常的多哈。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战队从11号开始呢，就在日本举行了坚定之龙的实兵军演，而美军呢也首次在日本的本土部署了射程涵盖到中国大陆东岸的这个提风飞弹发射系统，它是中程飞弹。那么美国跟南韩呢，还有日本三国也在15号呢，就在这个南韩济州岛外海。展开了三方的海空联合军演啊，就是年度的自由之刃，为期5天。美军印太司令部特别讲说呢，在这次的演习啊，除了纳入了美军陆战队，还有美国空军战机，同时呢，也实施弹道飞弹的防御防空，还有像是医疗后送、海上作战等等相关的训练，是这个演习创立以来最先进的一次战力展示。好，我想问的是这个蔡老师。在日本这次，因为我们知道提风部署在菲律宾啊，之前也是因为演习部署在那边，后来就没撤了啊。但这次呢，又进到了日本去部署这个提风飞弹防御系统哈。您觉得，因为现在看到是日方就是配合美方的战略规划，但它后面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了，日方的话，它的名字叫做自卫队。那自卫队它的一些部署的话，必须要经过政治的一种认同。那政治认同来自于一个国民。那我们看到自民党现在正在选首相总裁应该会变成首相。对，现在支持率看起来比较就是高的小泉进次郎跟高市早苗，他们两个的话都非常支持自卫队，所以自卫队的它的彻底强化防御力应该会持续下去。我们本来会看到2027年，所以它应该会持续下去。然后自卫队的话，他们自己本身已经有所谓的1000公里的，我们用官方的说法，因为我们刚刚听到都是民间的说法，官方的说法我们看到这是8月29日，就前几天的自卫队他们正式公布的，他们会在熊本的建军驻屯地部署1000公里的，这已经是讲好了。而且他们有2种飞弹，第一种飞弹就是12.4的，第二种飞弹呢是这一种的，也是大概都是1000公里。那1000公里大概有多少？你从熊本画1000公里的话，北韩的话都已经都进去了，加上上海大概也就是进去，然后东岸的话有一些海洋进去。那他们部署这会顾虑到是西南诸岛，所以日方因为他们真的有感受到一种威胁，他会告诉中方说，我们真正有感受到你们的威胁。那我们就公布这个，希望你不要再让我们感受到威胁。所以日方他们会变成更应该说自立自强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看今年是战后80年，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自卫队他的一个身份地位能够比较我们讲的证明一点，因为自卫队他毕竟不是军队的军队，他们讲我们不是军队的军队，因为自卫队他们说他们不是一个军队，所以他的一个武力。过去就叫做敌基地攻击能力，后来发现这种概念可能会太刺激，他改名字叫反击能力。反击能力，那么反击能力的战力如何？反击能力的话，我们用语言去表达，我很喜欢用这个概念。华人就是讲话会比较夸张，我很厉害，我很强。日本的讲话都很低调，这是美国人吧？那美国人讲话比较夸张，所以华人比较含蓄哦。那日本人呢？跟日本，我说华人跟日本比起来了，华人跟日本他们会比较低调。等到他们讲话了10分力量，他大概都讲7分。那我们10分一定要讲10分，所以等到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而且那速度非常的快，马上就接到1000公里。1000公里之后，他们认为在1年到2年之后会爆到2000，之后会爆到3000就到2000到。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其实这个涵盖范围还包括了北韩，所以北韩最近也跳脚哈。那其实北韩之外，也看到南韩最近总统李在明他在接受《时代》杂志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一讲到一个重点，他说他不希望南韩沦为中美2大阵营对抗的前线，言下之意就是不想要卷入战争。OK， 那所以呢，这个在北韩这边就看到说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她是透过北韩的官媒朝中社呢发表对于这次提风的这个相关的谴责言论宣称特别是针对自由之刃的军演，他说这是凸显了美日韩对北韩的对抗立场，所以呢。他说他们在错误的地点，也就是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附近，用实际行动鲁莽地展示实力，将不可避免地为他们自己带来恶果。好，大使特别在93阅兵之后，因为中朝俄3国元首同台那大家也会关注是未来北韩会被中俄定位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军事同盟啊，军事同盟，很清楚
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从来不签军事同盟条约，可是目前有效的一个军事同盟攻守同盟啊，就是你被攻击就等于我攻击啊，有这么一样条款呢，就是跟朝鲜签的，这是1955年就签了，只是没有去强调而已啊。对，那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是没有攻守同盟，可是你也感觉就是说大陆跟这个俄罗斯间已经叫什么虽非同盟，胜似同盟。这是中国大陆官方讲。虽非同盟，胜似同盟，也就变成关系一直讲上不封顶嘛。所以这次你可以看北京阅兵来讲，其实朝鲜的话的地位的话，在这一次去参加北京阅兵的各国元首，他还排不到那么高的地位。可是你可以看出来，习近平走的右边是普丁，左边就是金正恩了。然后坐在台上也是这样做，那就是就是朝鲜的实力来讲，显然还坐不上那个位置的时候啊，大陆已经把他拉到这个位置。那我想基本上就是用朝鲜来怎么样警告日本、韩国跟美国。你会觉得，就是川普从1.0开始到2.0，他一直就只有3个人，他很想跟他通电话，人家还不见得理他的。一个是普丁，一个是习近平，另外就是金正恩。对，那川普开口就说：“我跟他好朋友，我跟他交情很好。”也只有这3个人。那这3个人为什么金正恩可以提到这么大高度？其实不是习近平把他提到什么，川普要提什么？因为北韩手里面有核子弹。是。而且北韩很厉害，它还有大浦洞这个火箭，它可以打到15000公里，所以它还有投射能力。对美国人来讲，隔着太平洋，隔着大西洋，它本来可以高枕无忧，原本觉得很安全。现在你最主要，你武器你要打得到我啊！今天我们谈日本的这个提风飞弹，日本的这个所谓战斧飞弹，或自己研发不晓未来的中程导弹，对，它基本上可以打得到别人。那现在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有这个能力的，就是日本，或者就是中国大陆、朝鲜跟这个俄罗斯啊，所以他必然会重视。那中国大陆为什么把朝鲜一拉上来？基本上对于南韩尤其对日本来讲的话，北韩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对手，是一个不可测，而且他对日本跟韩国都是持高度的这种高度的敌意的，所以基本上俄罗斯第一个先抓北韩。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因为这个美国在东北亚甚至整个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筹组一个新冷战时期的一个联盟的时候那中国大陆也就怎么讲，也打群架了。所以现在就从各1对1，现在大家都群架。2个大的这个阵营。那对，如果照这个军事同盟的逻辑来看的话，安阳老师，你觉得因为一方是中俄朝，一方是日韩美未来东北亚的局势你怎么看？延续刚才介大使讲的嘛，就是中国的局势是美俄的一个影响，那东亚的话就是美中的一个影响嘛。那中国的天敌就是俄罗斯嘛，那它有最长的一个 border， 那即使俄罗斯的经济体只有中国广东省一样大，还是得要背靠背在一起。那有趣的是，俄罗斯人口在西边，资源在东边；那中国人口在东南，资源在西北。那中国是消费品生产，俄罗斯是原料的提供，所以两边是经济互补跟战略互补。那俄罗斯的野心是东欧，那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要东亚称雄，所以完全没有冲突。那中国先天上的地理的劣势就是邻国太多，弱点就是新疆跟西藏。你搞定俄罗斯，俄罗斯搞定印度，基本上中国就没有弱点，那陆防就不需要担心了。那俄罗斯跟中国2个都是核武国家，日本不是，所以有核武国家跟没有核武国家的一个军备竞赛，就像一个有主产的人跟一个没有主产的人在比谁赚钱能力，笑笑就好。OK， 那陈云老师您觉得呢？好，那其实如果今天从那个他这一次展示出的这些科技武器上来看，其实倒是也有一些点可以来看的部分，就是包括说他们从吸取的这个先前的乌俄战争的这些问题点，那所以呢，很多以前传统的这个武器，其实现在来讲不见得是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反而导入了很多新的东西，包括像所谓无人机，那无人的相关的这个部分，那并不是只有所谓空中上的无人机，还有这个陆地上的这个无人的战车，那甚至这个海上的这个无人的潜航器、无人的布雷系统等等，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应在未来的这
这个战争上来讲，其实是导入最新的科技可以进来用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就是包括说，可能先前大家曾经在影片上曾经有看过的这种雷射系统，我用雷射高能量的雷射去把你的这个飞机来这个飞机的这个电子系统、电子这个操控设备，把它这个让它失效，没有办法使用。那这个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最新式的武器。那这一次在这一次的这个展示里面，其实中国也展示了这些相关的这个科技技术出来。了解，所以其实除了技术就是科技，除了武器之外，还有一点真的不要忽略了哈。北韩这次透过支援俄罗斯累积了不少的实战经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